Hello， 我是你们的表哥啊。然后今天趁着4106的火热啊，然后我们 Pro 的教程已经出了，今天表哥来带大家看一下 S1 的教程如何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把车辆的这个电池把它装上啊。那么首先车子的这个位置有一颗这个锁车壳的螺母啊，这颗螺母千万不要弄丢。那么这里为了节约时间，我已经是拆掉的了啊。然后打开车壳，我们把电池固定在电池仓里边，然后接上这个电池的插头，然后我们来打开遥控器的开关，遥控器开关在这个位置啊。打开了遥控器开关以后，然后我们来看到车的这个底盘下方有咱们车的这个电源开关，我们再打开电源开关。好，打开电源开关以后，这个时候车辆就已经处于一个通电状态，已经是可以游玩的状态了啊。那么具体的话，功能我给大家讲解一下。那么首先这个车子的话，它有差速和差速锁的结构啊。那么它是为一个手动的这个差速锁啊。那么我们需要用到手动开关啊。那么在每个前桥和后桥的位置都有一个这个拨的这个开关，左右拨的开关。那么现在是开放的状态。我们如果要锁止的话，把这个开关往里边顶啊，它就锁止了啊。同样后桥的原理也是一样啊，也是通过一个开关就可以来调节咱们的差速锁的锁止和解放啊。那车的差速锁功能就是这样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遥控器上面操作的这个功能啊。那么首先是转向波轮啊，控制你的车辆转向的，还有咱们的油门开关啊。好，往前就是往前，往前顶的话是咱们的这个后退啊。那么如果你在正常行驶过程中第一下往前的话，它是一个刹车的功能。那么回到中立点了以后，我们第二次往前推啊，它就是一个倒车的功能啊。那么这个功能后面还会有讲解，它有模式可以切换啊。那么首先我们打开这个遥控器的舱盖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里有几项功能可供大家来设置啊。那么首先是咱们的这个 ST 的 REV， 这个是方向的一个正反通道啊。有些朋友的话可能比较适应这个反向的这个转向啊，那可以去来调节这个。那么油门正反的通道是对应的这边的这个啊，最这边这个。那么看到下面有4个旋钮啊，咱们4个旋钮的话，依次是转向的行程量限位，油门的行程量限位，那么以及咱们油门的中立点调校和咱们的这个转向的中立点调校。那么我们用的最多的话就是咱们的转向中立点啊。如果你出厂的时候发现你的车子新车走不了直线，它一直在自己跑偏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就来调节这个微调开关啊。那么上面2个指示灯，一个是电源接通的这个指示灯，另外一边的话是电池电量显示的一个指示灯啊。那么中间是咱们的对屏键啊，暂时用不到管它。那么最复杂的就是来到上面一排啊，这个很小的这个白色按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分1、2、3、4、5、6啊。那么首先 S1 版本的话，有效通道的话是咱们的1、2、3、4。首先1通道的话是咱们的这个就是模式的选择啊。那么可以看到下面是 F2B， 我们现在是在下面的模式，也是大家拿到手以后新车出厂状态的一个模式，也就是带刹车功能的。那么我们把这个1的拨钮往上拨，它就来到了一个 FR 的模式。FR 的模式顾名思义啊，就是取消了刹车的功能。那么我往前第一下往前就是倒车啊，就直接就倒车，就没有刹车的功能啊。那么之前一些老玩家的话会比较适应这种攀爬模式啊。那么来到咱们的2通道，2通道的话，下面写了 LI， 上面写了 NI， 那么对应的是你使用的电池的模式，上面是镍氢模式，下面是锂电模式。如果你拿到手的电池是锂电的话，你就保持原厂的这个2的这个开关在下方就 OK 了。那么后面的3、4啊2个是咱们遥控器上可以调节这个车子的这个拖刹力度啊，是来调节这个拖刹的。那么看到这里我是之前有设置过，因为我现在3、4往上的话啊，同时往上它是100%的一个拖刹力度。那么这个3往下4往上的话，它是75%。啊，然后这个3往上4往下它是25%，然后3和4都在最下方的话，它现在进入到了零拖刹的模式啊。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拖刹习惯来调节这个旋钮啊。那么还有一点操作上的功能啊，最后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
SE 版本啊，虽然是手动差速锁，但是它有这个遥控换挡的功能啊。那么通过咱们的 CH5 的这个拨钮啊，那拨钮跟这个遥控器成横向的这个时候啊，那么现在是一个低速档的模式，这个是低速档啊。那么我们把拨钮往下拨啊，拨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高速模式。好啊，不知道大家拿到手以后会不会玩了呢？啊，如果还有啥这个大家有发现什么功能的话，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探讨一下。那大表哥在这里祝大家玩车愉快喽！